这里是一个在解放前，也就是70多年前，依旧是一个奴隶社会的一个地方。如今啊，这里是成都人的一个后花园。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四川凉山的州府西昌。西昌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今天我就要去一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特色的博物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这个凉山很多路边的招牌、汉字的下面都会有那个这种字啊，它就是彝族的文字，看上去就是有点像那种简笔画的感觉，就是对于咱们没有学过的人可能是一窍不通。全国大家知道有56个民族啊，但是能够保留有自己文字的那个民族其实是不多的，就是能够保留下自己的语言，这个民族的文化呢一般都会保留的比较好。其实在以前啊，我认为在奴隶社会啊，它应该就是会分为的就是奴隶主和奴隶这2个等级，其实并不是啊。以前凉山这里的奴隶社会啊，它的等级分5个等级啊，分别叫做孜末、诺和、曲诺、噶家、噶西这5个等级，从高到低来排列的。孜末属于是最高级了，在总人口数中只占1%。在元朝之后呢，孜末会被中央政府册封为土司。然后第2个层就叫做诺和，诺和呢相当于是这个奴隶社会中的贵族，占总人口数的7.9%，他们会有世世代代相传的这样一种身份和地位。然后再往下呢，3个部分叫曲诺、噶家、噶西，都是属于真正的就是被统治阶级。曲诺呢相当于是管理大部分奴隶的一个奴隶头子，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他有可能会翻身成为更高一层的阶级。再往下的噶家和噶西就是真正的奴隶了，非常悲惨的就是这一部分人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机会去翻身改变自己命运的。在这儿呢，我就看到了一个在解放前一个奴隶被转卖了11次的一个真实案例。他就在短短的15年间被频繁的像一件物品一样出售转手，平均1年多的时间就会被卖一次。就可以想象，作为奴隶的生活就是非常的悲惨，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下一站在哪里，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可以想象，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一个人生经历的人，经历了10多次的一个频繁的被卖，然后一下子会跨入了这个社会主义社会从一个物品真正的变成了一个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所以说外界都说这个凉山这个地方是一步跨千年。看了这一个人被转卖的这种经历之后，才能够深深的体会到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来凉山之前我其实在网上也看到过很多关于凉山这个大凉山人民生活的一些小视频对凉山很多人的印象就是说这边的饮食习惯是很有特色的，直接蹲在地上吃东西这个习俗我们看这个历史的老照片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习俗就是这个地区它流传的可能上千年的一个习俗。像这个照片呢，就是噶西噶西一家人，噶西就是奴隶家庭，他们蹲在地上然后用大的那种木头的那个碗舀着食物，一家人分食然后呢，在这边呢又有一张照片是奴隶主一家的饮食。可以看出这个照片里面的人，他们穿的衣服跟刚才那一家人的衣服就完全不同，要更好一些。他们同样也是蹲在地上一家人在分那个食物吃。所以说这个习俗呢跟随了当地人是非常久的，无论你的身份高低，它都是这样一个习俗。所以说我们不能用外界的一些眼光一些标签来觉得这样的习俗会很落后或者是很怎么样。来到这个凉山怎么能不来吃一顿烧烤呢？这个西昌的火盆烧烤是非常的出名叫火盆。其实这算是一种改良版底下是那个木炭烧着可以保温，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了。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就特别想念咱们国内的美食，所以说回了国之后，每去到一个地方就把这地方的美食都得吃一遍这天气也开始冷起来了，吃烧烤怎么能不来点酒呢？菊花白必须满上西昌这边的晚上温度还是挺低的，因为海拔也有大概1500米菊花白它的这个酒度数也不太高，所以说在这种夜晚吃着小烧烤喝点还是挺舒服的。后面的行程呢，明天就要正式的启程了。先在这儿给大家小小卖个关子，大家期待后面的视频。这杯菊花白先敬大家。